神秘古墓惊现七星棺椁，巨型血棺中为何出现神秘的北斗七星阵？墓主人到底是什麼身份？為何需要打造七星陣來掩蓋自己的畢生經歷？值得質疑的是，當眾人打開棺椁時，墓主人被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雖然已經在地下埋葬了幾百年，仿製品依然保存完整，那墓主人的屍身是不是也保存得很好呢？當專家準備開挖時，竟然意外地發現墓主人的不遠處還有另外一座古墓群，古墓群中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驚濤駭浪。湖北挖出一具七星血棺，專家萬萬沒有想到，挖一座古墓送2具棺材。在湖北的潛江，一次考古發掘中，考古隊挖掘出一具七星棺材，在這具棺材上面不僅刻着北斗七星，還刻着表現為天圓地方的圖案。在打開棺材之後，考古隊發現墓主人被裡外3層包裹得嚴嚴實實。那麼墓主人的屍身是不是還能保存完整呢？在進一步的調查後，考古隊發現這是一座明代時期的古墓。隨着針對古墓的進一步深入化的挖掘，很快在這座明代的墓葬裡面發現了多具棺材。根據相關的推測來看，這座名墓可能是家族式樣的合葬墓。那麼對於這座比較獨特，特別是相關的葬制和七星棺材的使用者，這位具體的墓主人是何方神聖，也不由得引起了考古隊的好奇度。特別是在這座奇特的棺材裡面，是不是也會出現比較少見的隨葬品呢？隨着國家級的工程西氣東輸的緊張施工，作為其中一段的湖北潛江瞬間成為了相關的大工地。在一次的施工中，有一個挖掘機的師傅在作業的情況下，一鏟子下去碰到了一個比較堅硬的東西。在眾人的挖掘和清理之後，很快一個巨大的烏龜出現在眾人的眼前。雖然不是專業的考古隊，但是能接手西氣東輸如此龐大的工程的施工隊，自然也是見多識廣。這隻石龜的出現意味着地下有不太尋常的東西，於是工地負責人立馬把相關的信息上報給潛江市博物館。在得知了消息之後，博物館立馬派出人手來到現場查看。在查看了那隻烏龜之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發現，這並不是一隻普通的烏龜，而是龍生九子裡面的贔屭。傳說中，贔屭和烏龜的長相存在一定的相似度。贔屭的愛好就是負載一些比較重的東西，大家可以在很多文物單位或者風景名勝區看見贔屭，並且古代人喜歡在贔屭上面放置自己生平功績的碑文，然後立在墓前。因此，潛江市文物局根據出土贔屭的情況，派出人手來到了相關的現場進行考古發掘。經過20多天的發掘，一座龐大的陵園出現在了眾人眼前。根據現場的情況來看，這座陵園布局講究，並且在初步勘探的時候就發現石灰，因此首先考古隊判斷為是一座名墓，並且如此規模的墓園，修建者自然非富即貴。於是在進一步的清理中，考古隊發現一座命名為 M3 的墓葬。清理完泥土後，一座典型的明代三合土灌漿墓出現在眾人眼前。在繼續的清理中，很快一具厚重的棺木出現在眾人眼前。因為棺蓋的沉重，考古隊用4個人才抬走棺蓋。但是在查看棺材內的情況後，考古隊對於明明嚴密保護的棺材內部卻充滿棺液的情況很不解。通過進一步的清理，棺材內只剩下了一具腐朽的骸骨和一些腐爛的絲織品。經過進一步的查看情況，特別是棺材的擺放位置來看，考古隊推測這應該是一座合葬墓。於是在進一步的發掘裡面，考古隊果然又在旁邊發掘出一座墓葬，
而這座墓葬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那一具印刻北斗七星的棺材。根據北斗七星在古代的特殊属性，在這座墓葬的旁邊，考古隊又發現了一座古墓。而經過現場的判斷來看，在這座墓葬旁邊挖掘出來的古墓，應該就是墓主人的雙親。在繼續清理現場之後，考古隊員們終於找到了對於考古範圍來說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證明墓主人身份和生平經歷的墓誌銘。在現場一番搜尋之後，考古隊順利地找到了有關於墓主人的墓誌銘。隨着進一步的清理和拓印，考古隊發現了這位墓主人是個高材生。於是在最後打開墓主人的棺材裡面，考古隊果然發現墓主人的随葬品還是比較豐富的，只不過因為年代的久遠，很多随葬品和包裹的絲織物粘連在一塊。隨着不斷的調整位置，再三嘗試之後，墓主人終於被抬出了棺材。眼看天色暗了下來，於是相關的随葬品和棺材被帶到了博物院。但是可能因為用三合土先后修建墓穴，導致因為重量和施工的原因，這座墓葬裡面夫妻兩人在後期的修建墓穴中遭到了破壞。因此考古隊發掘出一具完整乾燥的棺材和一具充滿棺液的棺材。在後續的清理當中，考古队發現了一些比較精緻的文物，比如繡了文字的絲巾，以及一把撒金扇等。另外在相關的墓誌銘裡面，考古队發現了这墓主人叫李可嘉，在當時是一位太學生，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級別。在當時，只要是到太學讀書，就有如此的身份。在擁有了這等身份之後，可以在拜見縣太爺等人的情況下不用下跪，也算是當時的精英階級。那麼從相關的墓地來看，這位叫李可嘉的太學生生前所處的家庭環境和經濟條件也是異常優異，隨葬品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從社會屬性來看，李可嘉在當時是明朝所謂的鄉間士紳，也就是有着這等身份和相關的家庭條件，這座李氏家族的家族墓才有可能修建得起来。也因為西氣東輸，意外地出現在400-500年以後的後人的眼中。當然在這座古墓群中肯定不止區區4頂棺木，肯定會有更多。我們也將繼續跟蹤勘探，發現更多有用的珍奇異寶供大家欣賞。